今天请到了那个洪旭，然后他江湖人称奶绿，不知道为什么叫奶绿？为什么叫奶绿？因为反正就是因为我现在反正离大学，我离高中还没有很远嘛。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在呛我们，等一下，不是因为高中反正就是有社团，然后社团就一定要取绰号。然后我那天迟到，然后学长姐就说你赶快取个绰号，我手上拿一杯奶绿就叫奶绿，就是这么烂。OK， 很好，非常好，好，就这么烂。那你主要洪旭他主要是在拍乐团，你主要乐团有拍什么？我要拍怕胖团，田约翰，然后刚拿那个金曲入围的海豚刑警。哦，我很喜欢海豚刑警，还有一些，我每次看他的，我每次在车上放海豚刑警的歌的时候，就我旁边的人都会说你到底在听什么东西？那个真的很强。然后那个歌名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说你到底听什么东西？对，年纪大吧，不要跟人家听那种小孩子听的东西。他们有一首歌叫什么？大家都唾弃的敌人不爱你。都说他装年轻，对，他们都说我装年轻。对，我在听，可恶。好啦，那我们今天会请洪旭来，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请洪旭推荐2位乐团摄影师给大家。这一个系列影片呢，大家都说想看，但是都没有点阅，所以我们找个年轻人看，点阅率会不会再加个500？好，我们试试看。所以呢，一直都是我在介绍这些。底下又留言说不想看2个棒子聊。可恶，可恶，没有女生了哦。我们再努力，下次对再努力，我们再努力，希望不要永远都是棒子。我们接下来会尝试一下，就是请一些不同领域的摄影师，像洪旭是拍乐团的，就请他来介绍他有在 follow 的乐团摄影师。因为我们看的摄影师都有点老了，所以我们想说看年轻人都在追一些什么，好不好？他20几岁嘛，OK， 好了，那我们今天介绍2位，我们请洪旭介绍2位，分享2位。那首先第一位呢 ，Elliot Ingham， 对，就是他的名字不是很好念，我们打在下方哈。然后如果很会念的那个观众麻烦纠正一下，对，下面纠正一下发音哈，我们就叫他艾略特，不是真的不好念，我们发音真的不行。那我想听你分享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因为你说你很喜欢他，对不对？对，他是你目前的目标吗？是我偶像，这是你的偶像，那为什么点在哪里？就因为我听的曲风就是流行朋克，所以是因为他拍的乐团的关系吗？一是乐团，因为就是我是因为乐团才会看到他嘛。我觉得这很正常。对，然后就是再来是因为他拍的演唱会的怎么讲啊？气氛嘛，我觉得他很会抓那个气氛，然后在某些构图上，我也觉得是很不知道出乎意料，因为其实台湾的生态跟国外的生态不太一样，对，台湾生态是偏向一定要从舞台前面拍，可是国外生态是偏向从舞台后面拍，就是摄影师会在舞台后面拍，对，就是鼓手们这些，类似这种，对，这也算是，我给你看一下，他有一张那个这张。因为前面是鼓手，就是他那张照片的确蛮特别的，就是他前面是鼓手，然后这一位是吉他手，就鼓手跟吉他手对视的感觉。然后呢，在后面是主唱嘛，对，在下面就是群众，就是他很多层的那个构图。其实我记得你好像之前有分享过他的照片，就我也有追他，只是我已经忘记为什么我会看到他，应该是因为我问你的哦，难怪我就有，我觉得他的照片。第一个我觉得它质感都蛮好的，它光线选择我觉得都蛮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它的蛮多照片的暗调，我觉得处理的也很好看，就是亮跟 shadow 的那个比例。然后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我自己在拍照的时候啊，不会让暗的东西暗的太彻底。虽然说最近有一点在尝试，对我最近有试着就让暗的东西很暗，对，但是它的照片我觉得它那个整体的那个就是空气的中的那种淡淡的，是舒服的，对，是舒服的，不是那种，因为有的像这种乐团的感觉，好像有时候会拍得很 heavy， 对，会很 HDR。对，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把人物修的那么 strong， 而且有些鼓手都会被弄成就是好像在拍举重这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太过于，或者就是那种像杂吉他，他虽然说是一样是杂吉他的照片，可是他杂吉他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还蛮 peaceful 的。对，而且很像一个老贝贝的砍木，跟那个 London Calling 那一张差很多。就是跟那种你知道会炸裂的，然后那种表情嘶吼的感觉，其实蛮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整体的照片氛围是舒服的。他拍的乐团都是比较偏乐风，是比较偏快乐一点，然后有点派对的那种。所以你会觉得他的就是曲风跟照片的感觉是比较
比较搭，对啊，因为其实他相对他比较会重现场气氛，因为那种乐团的相气氛其实很好，然后他们动作乐手动作其实都算大。我觉得乐手动作大，其实对于拍摄来说，如果你想要张力照片，真的很重要。很吃香，看这个，他直接下腰。如果对啊，就是如果在拍这种乐团的时候，如果本身乐手是比较冷静的话，拍起来会比较难拍。像我们就我自己比较熟悉，比如说像 Echo 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好拍，因为我唱的时候蛮疯的。对、啊，但他随着年龄增长之后，没有不会像以前动了，不会像以前那么疯。对啊，那有些年轻乐手的确就是他有很多那种动作什么的那个效果就很强。我很喜欢，我刚好看到，我很喜欢一张照片是这一张。对，就是这张照片是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就是底下，我其实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场合，但是就是那些烟雾，应该就是舞台的烟雾。哦，这是上海，哦，真的这是上海。哦，应该是就是舞台灯是从地上打。对，我觉得那个地上灯，然后上面有些，就是它整个颜色，上面冷，下面暖，然后那个可能吉他手在跑吧，对之类的，对，然后那底下那个线条，很漂亮，很像赛车，很像拍赛车，就是的那个整个线条的氛围，我觉得都很棒。对，我很喜欢他的照片，而且就是其实就是在讲欧美的摄影师的话，其实他们最近的构图都很。这3年啊，就是构图其实都变很多，他们都偏向直视甚至方形的构图。他们很多都舍弃了原本的3:2的比。对，应该是配合 Instagram。对，都是包括现在那个 Twitter 也是，他们很少会用横3:2的构图。你会不会觉得方的构图很难构啊？还是你还好？不直觉。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裁成正方形的。对，当然是，就是在另外裁的。可是，在当下拍的时候会比较不直觉，因为你视窗看过去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去想象是正方形的构图。跟大家推一下 R6 可以选拍1:1。R6可以，Z5 也可以哦，新的相机都可以哦。就是以后构图。这支影片没有关系啊，这支影片没有关系。对啊，说你不会看。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就是像你讲的，如果你只用方形构图，我觉得很难超难。就是事后让我慢慢选，我可以瞧，但是当下用方形构图，我其实不太会。应该是感觉是他们那个对那个是什么线啊？就是你知道，消失线里面会有那个9宫格，它9宫格其实它会抓一个比例，就是会比正常构图再紧一点。因为怎么讲，3:2不管直的或横的，它都有延伸感。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留白的人，方形不给我留，你知道吗？我留在哪里啊？只能左上右下，右下左上，对，就是这样子啊，就只能留，就觉得很紧凑。然后我的那种就是想要留白的感觉就被吃掉了。对，所以我自己不太会。你为什么要偷笑？是不是留白现在变得是一件很老的事情？不会啦，可恶！好啦，反正就这样。第二位的话，名字我觉得蛮酷的，他叫做 Jordan Curtis Hughes， 对，3个名字都好像可以独立对拉出这个名字。然后这是这一次，其实那个红军找了几个摄影师给我看，然后这个是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对。然后这个跟刚刚那一位 Eric 就风格有点蛮不一样的，蛮不一样的，也是因为曲风啦，就是这个摄影师他是拍现在英国算是最红的乐团吧，叫 The 1975，他是他们的水团摄影师。我只拍过1976。够了，差一年。然后就是因为的1975他们的比较红的点是他们现场特色很多，他们会做很多视讯，他们甚至就是表演都会有一个舞台效果，对，他们会有一个门，然后那个门会有额外的灯光效果，所以其实他能拍到的照片比正常摄影师、乐团摄影师能拍到的又更多。我觉得乐团真的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乐手的肢体会很大幅度影响到乐团摄影师能够捕捉的东西。其实舞台也是，对吧？乐团摄影师相对很被动，因为你们不能够控制乐手，也不能够控制舞台，但是你们都要拍那些东西。对，所以比拼的都是运气还有反应啦。对，讲反应好一点啦。对，运气要有，反应不能少。对，就是你看到那个瞬间，你要按得下去。对，但万一那个瞬间没出来，你再厉害也没有用。但这个就跟运动摄影其实也是很像的。为什么我的 Siri 跳出来了？Siri 说也是，Siri 表示赞同。因为我觉得这跟那个拍运动也是很像。
一个灌篮就是 perfect 的一个灌篮，拍到就是拍到，没有拍到就没有。陶子杰回家，科瑞再从头一次3分球。要不要要求刚刚慢动作再来一次？所以这种类型的计时，这我觉得部分也算计时，对，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啦。所以他的确有他的难度在。然后我觉得看那个的1975的照片，我觉得舞台真的是影响到他作品很多。他的那个就是阴暗那个亮部跟暗部的那个 contrast， 我觉得超级好看，就是超级漂亮。我那时候还为了确认他到底是真的他超屌，还是舞台超屌，我那时候我去年看观众拍的照片，我去年去现场哦，你去了现场，我飞去日本看那个 Summer Sonic，然后他们是主舞台，然后我在第一排看，你觉得你也可以？真的不可能拍烂那个舞台，他是不是在 diss 这个摄影师？反正就个人，反正他是那个红军，我们把他的那个就是以一个舞台摄影师来讲，我觉得那个舞台是非常友善的，对，没错。我真的觉得，就是不管对于乐手来说，或者是对于场地方来说，就是你希望得到好的东西，那你希望得到好的照片，那的确，我觉得3号是可以跟摄影师讨论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以摄影的角度来说，那个灯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到？但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虽然我会觉得说那个场地很好拍，所以摄影师拍很厉害，但是你在达到你能去站在那个位置拍的时候，你前面一连串的努力，对，真的很会讲话，你真是会讲话，你今天真的是不错。就是你要创造那个环境，那是摄影师的工作，不只是只有拍摄当下。没错，婚礼也是。对，你补这个就多了。对了，我觉得是，而且的确，我觉得以摄影师来说，其实虽然说我们真的要去做到一个最强的、最能够具代表性的作品，的确是需要所有东西都配合好。我觉得他拍那个 The Streets 的照片，我也蛮喜欢的。对，我觉得很棒。我觉得你可以拿啤酒那张照片，我也很喜欢。然后这边有好几张照片，都是我很喜欢的照片。然后甚至他有一些就是很街头、看起来很随性的照片，其实我觉得就很能带出那个 The Streets 的感觉。很符合他个人特色。对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困难的。越是简单的东西，就像刚刚红旭讲的，就是你今天舞台灯很强，你光线效果很好，换一个比较差的摄影师来，可能也可以交出70-80分以上的作品。但今天什么都没有，今天就站在街上，几个乐手站在那个地方，你能不能交出一个90分的东西，那就真的是要看摄影师的功力，那还是有差的。他们两个应该算有共通点吧？共同点应该就是他们东西都很想要做跟底片一样。没错，很明显。你觉得这是现在喜欢的趋势吗？台湾不是。你说台湾的乐团摄影比较不是。对，应该说乐团现场还是有人在做，可是反而是偏向现在年轻一辈因为我觉得我也蛮。Wait a minute, who are you？ 他们拍照的风格会因为他们乐团的风格，曲风然后不一样，所以可以稍微讲一下说这两个差别在哪吗？这两个好啊，像我刚刚讲那个 Elliot。就是因为他是拍，就是他是拍那种比较流行朋克，就是可能会比较快乐，比较可能会很容易会玩起来的那种乐团，舞台动作也很大。他其实就比较注重在乐手的互动跟观众上面。然后像的1975，他们相对的是比较重一些光影跟舞台。对，我选这两个，为什么我会挑这两个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算是一个蛮好的对比，就是风格差异其实很清楚。我相信看我们频道应该也会有一些那个年轻的朋友想要踏入乐团摄影这件事情，也会给人家一点简单的建议。每次都给一样。这个建议我觉得运气真的是很重要，因为你现在就是这个年代，一台相机也才1-2万，比你手机还便宜。没错，就是一个音乐季，可能现场5000个观众，就会有30-40个人是拿着摄影机在到处走的人。他们只是观众，但他们也想拍。然后乐团的其实他们预算其实也是不够，因为他们也是自己在做事情，他们其实很缺钱。所以如果你真的当一个乐团摄影师，然后你真的是有运气当了，但他们没钱给你的时候，你很容易被取代，因为总会有更多人就是想要试试看。对，但他们可能又比你有一点点天分，或者是
运气比你好，可能那一场拍的比你好，你可能突然隔天醒来就被换掉了。对，很容易，因为可能你有收钱，他没收钱，但他拍的比你好。然后你就说，那他没收钱，他可以活多久？说不定他家有10栋房子。运气很重要，对，运气很重要。我觉得最近我看了一句话很喜欢，不懂投资至少会投胎啊。手抽，对手抽，对啊，再抽一次，好不好？好啦，我觉得这2位摄影师我自己都蛮喜欢的，然后我也觉得很值得看一看。然后我的观念一直都是，我们频道介绍的摄影师不一定是那种大师，有可能是当代就是现 right now 这个时代，就是蛮多人在追踪的，然后很厉害，我们都觉得很不错的摄影师。然后那 Elliot 的照片都是仿的，我觉得仿的好酷，好难哦，我觉得很难。大家有没有擅长拍方的摄影师可以分享一下，方的都怎么构图？我们再念一次他名字，再念一次他的名字吗？哇，这么挑战，来，大家都念一次啦。Elliot England，Elliot 真的是这个 ending 超智障。Elliot England，你可以再帮我2个摄影师的名字都念一次吗？我觉得 Jordan Curtis Hughes 还好，但是那个 Elliot England Elliot。好的，我就断在那个地方。